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不選了，李沁與龔俊、陳哲遠、肖戰三組 CP 各嗑各的香，每一對都讓人徹底上頭。在近幾年的影視討論環境中，嗑 CP 早已不再是粉絲圈層內部的小眾行為，而逐漸發展為一種具有廣泛傳播力的觀眾文化現象。從角色關係延伸到演員互動，從劇情內部走向輿論場外 ，CP 的成立與否，往往直接影響一部作品的討論熱度、角色生命力，甚至演員的市場印象。然而，在近期圍繞李沁的討論中，一個頗為特殊的現象正在形成：觀眾不再執着於選哪一對 CP， 反而頻頻給出同一個答案：不選了。這三個字並不是敷衍，更不是放棄嗑 CP， 而是一種帶着明確情緒判斷的態度表達。不是沒有選擇，而是每一組都足夠成立，以至於失去了比較的意義。在以往的 CP 討論中，選擇本身是一種核心行為，觀眾往往會基於情緒強度、互動密度、戲劇張力等因素，在不同組合之間做出取捨，並由此形成明確的站隊。但李沁的情況恰恰相反，當他先後與龔俊、陳哲遠、肖戰形成三組氣質完全不同的 CP 組合時，這三種關係並未擠壓彼此的存在空間，反而各自完整，各自自洽。觀眾在討論過程中逐漸意識到，這並不是三選一的問題，而是三種情感表達方式的並行呈現。於是，不選了不再意味着逃避判斷，而是承認差異，接受多元的結果。如果只從結果來看，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：李沁和誰都能嗑。但真正值得分析的是這一結果背後的原因。與許多以強烈情緒輸出見長的演員不同，李沁的表演氣質始終偏向穩定、克制與內斂。他並不急於主導情緒節奏，也很少通過誇張的方式制造戲劇高潮。相反，他更像是一種情緒承載體，能夠精準地接住對手演員拋出的情感線索，並將其自然放大。這種表演方式使他在關係中始終保持開放狀態，無論搭檔是氣場強勢型、少年感突出型，還是情緒內收型演員，李沁都能迅速調整自身位置，讓關係呈現出最合理的形態，而非強行套用某一種固定的女主模板。在李沁的多組 CP 中，與龔俊的組合往往被觀眾形容為穩有分量耐看。這並不是一組依賴高頻互動或甜蜜橋段取勝的 CP， 而是一種建立在氣質平衡基礎上的關係。龔俊的外形與表演氣質偏向成熟、外放，帶有明顯的男性力量感，而李沁則冷靜、自持，情緒表達極具分寸。當兩人同框時，畫面本身便形成了一種無需解釋的張力。他們的情感表達很少是直白的，而更多依賴於眼神停頓、語氣變化和情緒留白。正是這種點到為止的處理方式，讓觀眾在觀看過程中產生強烈的參與感，不斷自行補全關係的深度。這是一種典型的成年人情感敘事，不喧嘩，不張揚，卻暗流湧動。與龔俊 CP 的成熟克制相比，李沁與陳哲遠的組合則明顯轉向另一種情感方向，輕盈、自然，充滿生活氣息。陳哲遠身上自帶鮮明的少年感，而李沁在這段關係中並未刻意強調年齡差或氣質差異，而是主動調整自身狀態，弱化成熟鋒芒，呈現出更加鬆弛、柔軟的一面。這組 CP 最突出的特點在於真實。他們之間的情感推進並不依賴刻意設計的名場面，而是通過日常細節不斷累積，並肩而行的距離，對話時自然的目光交流，情緒變化中下意識的關照。這種關係不會給觀眾帶來強烈衝擊，
卻能在不知不覺中建立信任感。正因如此，許多觀眾在討論這組 CP 時，使用的關鍵詞並非刺激，而是舒服、安心、治癒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李沁與龔俊、陳哲遠這兩組 CP， 雖然氣質差異明顯，卻並未在觀眾心中形成競爭關係。相反，他們更像是兩種情感審美的並行展示，一種強調克制與張力，一種注重自然與陪伴，一種偏向成熟關係中的情緒博弈，一種更接近青春階段的日常相處。而李沁恰恰站在這兩種關係的交匯點上。如果說李沁與龔俊代表的是成年關係中的克制張力，與陳哲遠呈現的是自然生長的青春甜感，那麼他與肖戰的組合則明顯進入了另一層級的情感表達，高密度、強內在、重情緒的靈魂型 CP。 這一組 CP 最顯著的特點在於情緒的厚度。肖戰的表演風格一向以內斂著稱，他習慣將人物的情緒壓縮在細節之中，通過眼神變化、呼吸節奏和極其細微的表情波動來完成情感輸出。而李沁恰恰具備承接這種表演方式的能力，他不會急於拆解對方的情緒，也不會用過度反應去強化戲劇衝突，而是選擇與之同頻，讓情緒在兩人之間自然流動。正是在這種高度同步的情緒節奏中，觀眾感受到了一種明顯不同於前兩組 CP 的氛圍，安靜卻極具重量。與偏向好嗑好甜的 CP 不同，李沁與肖戰的組合並不追求輕鬆的情緒體驗，相反，這是一組需要觀眾投入情感成本的關係。他們之間的互動往往伴隨着壓抑、隱忍與未說出口的情緒。甜並非主調，而是夾雜在痛感之中的短暫回光。這種情感結構使得觀眾在觀看過程中更容易產生複雜的共鳴，而非單一的愉悅。也正因為如此，這組 CP 的討論往往持續時間更長。觀眾會反覆回看細節，拆解情緒，分析人物選擇，因為其中蘊含的信息量遠超表層互動。這是典型的後進型 CP。當三組 CP 並列在一起時，差異反而變得更加清晰。李沁龔俊是以氣場平衡為核心的成熟情感美學，李沁陳哲遠是以日常真實感為主導的青春關係模式，李沁肖戰則屬於情緒濃度極高的內在共振型關係。這三種美學並不存在高低之分，他們所服務的是不同的情感需求，觀眾在其中切換視角，實際上是在不同階段、不同心理狀態中尋找共鳴。而李沁之所以能夠同時支撐這三種關係，關鍵在於他並未被某一種情感模式固化，他的表演並不依賴固定套路，而是始終圍繞關係本身展開。當觀眾說出不選了的時候，本質上是在放棄簡單粗暴的比較邏輯，不再追問哪一組更甜、更火、更有話題度，而是承認不同關係本就可以共存，不同情緒也都值得被認真對待。這種態度的轉變，恰恰說明觀眾對演員的評價正在從單一維度走向立體化。在這樣的語境下，李沁不再只是某一組 CP 的女主，而是成為關係敘事中的核心變量。它的存在使得不同類型的情感都能成立，而非互相排斥。在娛樂行業中， CP 熱度是一把雙刃劍，它既能迅速放大演員的討論度，也可能在無形中限制演員的發展路徑。但李沁目前所呈現出的狀態恰恰避開了這一風險。他並未被某一組 CP 定型，也沒有被單一情感標籤綁定。相反，他在不同關係中的表現持續強化的是角色可信度，而非關係噱頭。這使得 CP 討論成為對他演技的補充，而非替代。從行業角度來看，這是一種極具穩定性的演員形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觀眾不選 CP 的背後，
其實是一種更深層次的信任，對演員能力的信任。當觀眾相信一位演員無論與誰搭檔都能交付合理、動人的情感關係時，便不再需要通過站隊來確認自身選擇。這種信任一旦建立，往往具有長期效應。李沁正處於這樣一個階段。結語：不選 CP， 但選擇李沁。最終不選了，並不是對 CP 的否定，而是一種更成熟的觀看姿態。在不同的情感關係中，李沁展現出了足夠的彈性、穩定性與包容度。他既能承載成年關係的克制張力，也能進入青春語境的自然甜感，還能深入高密度情緒之中，與對手演員完成靈魂層面的共振。當觀眾不再糾結於哪一對更好磕，而是願意為同一位女演員在不同關係中反覆投入情緒時，這本身就是對演員價值最直接的肯定。也許真正值得被選擇的，從來就不是某一組 CP，而是那個讓所有關係都成立的人。